各位曲博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那么上个礼拜呢，半导体业呢最热门的新闻就是联电跟奇邦呢决定要换股结盟。那么外资圈呢对这件事情大部分呢都是看多，甚至看好这个奇邦呢经过这一次的换股之后呢能够获得一些好处。但是呢这个瑞信证券的分析师就开了第一枪，他说这一次的结盟呢其实对奇邦科技没有什么好处。到底为什么他这么说？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奇邦科技的产品是什么？这一次的换股结盟，对于奇邦科技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呢？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瑞信开手枪，降评奇邦为哪桩？奇邦与联电联姻是利多还是利空？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奇邦科技主要的产品，也就是面板驱动基体电路 Driver IC 它的封装技术，包括 TCP、COG 跟 COF。再来呢，我们介绍金属凸块 Bump 跟球下金属层 UBM。第三个，我们来谈谈封装技术里很重要的，称为导线重布层 RDL。再来第四个，我们简单介绍什么叫做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 WLCSP。第五个呢，我们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奇邦跟联电的财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家公司的竞争力。最后第六个，我们来谈谈奇邦跟联电的联姻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首先呢，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面板的驱动基体电路 Driver IC， 它的基本封装的方式。最早期呢，使用的是这种胶带载具封装，称为 Tape Carrier Package TCP。它呢基本上有点像以前我们用的底片，照相机的底片呢，各位还记得旁边呢有这一个一个的传动孔。封装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这个晶片它的正面朝上，旁边这些粘着垫要露出来，然后呢利用这个金属角连接到这个胶带上，这样的封装呢，在实物上呢比较简单而且便宜。封装的过程中非常简单，基本上呢，它就是使用一个传送带把晶片呢传送过来，然后呢，这个上面绿色的就是所谓的粘着垫，也就是刚刚上面正方形打线的地方。晶片呢传送到一个地方呢，就用这个机械钢嘴向下加压，胶带呢是从这个地方滚下来，这个地方呢用加压的方式把胶带呢就粘在粘着垫上面，最后呢就完成一颗基体电路的封装。各位看上面这个图，它就被封在这个洞的中间。那这种封装呢非常便宜，那么呢也适合早期的面板来使用。但是后来为了要缩小体积，各位知道面板主要是用玻璃做，那它上面呢就有液晶的分子层。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覆晶封装，把晶片呢就直接粘在面板的玻璃上。这一种呢我们就把它称为Chip on Glass COG。 各位知道有一些液晶面板呢，它是使用软板来制作，所以呢后来又发展了这一种 COF Chip on Film， 直接把晶片呢覆晶封装在薄膜上实际上就是覆晶封装在这个软板上面。一般的 IC 封装呢分两种，到底什么叫覆晶，我们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如果呢晶片的正面朝上，各位看到绿色这个叫晶片的正面，所谓正面呢也就是有电晶体的那一面朝上，那么粘着垫朝上，那么打线到旁边的接角，这个接角呢我们称为导线架，这个在封装的外面。那封装里面呢基本上就用金属打线的方式，外面呢用一个壳包起来。这种封装呢在晶片的正面上方呢，四周围有所谓的粘着垫bond pad， 这个就是打线的位置。这一种封装呢是最普通的封装。所谓的覆晶封装呢刚好相反，它的晶片是正面朝下，为了要让晶片可以粘在这下面的这个导线载板上，所以呢晶片上必须呢先长所谓的金属凸块，这个称为 bump 呢长完之后呢，就让原来的粘着垫呢变成有一个凸出来的金属凸块，这个凸块呢才能够方便它正面朝下。各位注意，这个电晶体绿色的是正面朝下，粘在导线载板上。那所谓的导线载板就是各位常听到的 ABF 跟 BT 这种称为导线载板，它跟印刷电路板有点像，不过呢
它的材料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它的精密度不一样。导线载板的线呢会比下面这个印刷电路板的线呢更细更难做。再来呢才上这个外部的金属球，这一种封装就称为铺晶封装。刚刚我们讲的 COG 跟 COF 这种面板用的封装，基本上都是正面朝下，所以呢是属于覆晶封装的一种。再来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这个基本上也是宜邦科技他们公司的产品。记得传统的封装呢是把整块晶圆呢先切割成一个一个晶片，再针对一个一个晶片呢用一个外壳把它包起来，就像刚刚各位上面看到的这两种都是属于传统封装的技术。那所谓晶圆级封装呢，就是整块晶圆先用化学制成，在表面呢成长所谓的导线重新分布层。导线重布层这个叫 redistribution layer，RDL。长完之后呢，再上金属球，最后才进行切割的动作。所以呢，先把整块晶圆封装好以后，再进行切割的动作，我们就把它称为晶圆级的封装。Wafer level 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叫做晶粒尺寸封装呢？因为这种封装技术最大的特色就是封装以后，它体积其实只增加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晶粒尺寸封装。导线重布层 RDL 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后面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呢，你先把晶圆拿来，大家注意哦，这个时候还没有切开哦，它还是一整块的晶圆。我就用化学的制成，在上面呢先涂一层环氧树脂，接下来呢用光照曝光显影蚀刻的方式呢，在上面呢挖洞，挖好洞之后呢，再用金属成长的方式呢长上金属，然后再经过光阻曝光显影蚀刻，把金属某些地方给挖掉。蚀刻掉之后呢，再涂上一层环氧树脂覆盖起来。接下来呢，研磨，把这个环氧树脂磨平之后呢，就露出这个金属角。各位注意，这一个灰色跟红色的这一层，我们就把它称为导线重新分布层。Redistribution layer。事实上呢，它的功能呢，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导线载板还有导线架，它的意义是类似的哦。它就是把集中在一起的这一个讯号呢分散开来。各位看这个导线载板也是相似的功能，所以导线载板的功能呢跟导线重布层呢其实概念上是一样的，只是做法不同。接下来呢，长完导线重新分布层之后，我才开始上外部的金属球，上完球之后呢，才进行切割的动作。所以呢，整片晶圆封装好之后，再进行切割的动作，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切割好之后呢，各位发现这样就是一颗基体电路，那么正面朝下转过来，就可以把它粘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这个过程呢，就是整个导线重布层的生产过程。各位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奇邦科技的网站上呢，有哪些特别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们就介绍他们的主要制作服务。第一个就是金涂块的服务，这边讲的金涂块呢叫做 Gold Bumping，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金属涂块。它的材料呢可以用金，当然可以用所谓的 solder bump。solder bump 叫做焊锡涂块，实际上一般讲焊锡呢用的就是锡铅的合金，它呢就是利用刚刚说的光阻曝光显影蚀刻的方式，在粘着垫上呢制作这个金属涂块。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在刚刚粘着垫上呢，来制作这个金属涂块。做好之后呢，再可以利用热压的方式呢，把它进行封装结合。它这个意思呢，就是正面朝下加热，把它粘到导线载板上。所以呢，这个金属涂块是它第一个制程。那么他说呢，这个制程呢，适合用在 TCB、COF 跟 COG。各位记得 COF 叫 Chip on Film。COG 叫 Chip on Glass， 基本上呢都是驱动 IC 最常使用的这个封装技术。那它主要的应用当然就是在液晶面板上。这边呢，它简单介绍这个生产流程，在 IC 的表面呢，先涂一层 PI。涂完之后呢，经过光阻曝光显影，把中间的部分的 PI 拿掉。那么拿掉之后呢，再长这两层，一层是钨跟钛，一层是金的这个材料。薄膜长完之后呢，再上光阻曝光显影，
10颗，把中间的光阻拿掉。这个时候呢，再增镀金属。那么这个金呢长完之后啊，再把这个光阻去掉。这个时候呢，在粘着垫上呢，就有一个金的涂块。这个呢，就是它生产金涂块的方法。除了金涂块之外呢，当然你也可以长铜镍金的涂块，基本上只是材料的内容不同，我们就不重复介绍。那这边呢，比较值得介绍一下的是，因为黄金的价格越来越高，所以金涂块呢，它的成本一直上升。这个时候呢，才会有所谓的铜镍金涂块，它就是变成一种混合的材料，这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呢，在增镀前啊，它还要使用所谓的 UBM。这个我们称为 under pump metallization， 这个就是所谓的涂块下面的金属层垫底。那当然主要是要让它的粘着度更好，而且呢它的讯号传递呢可以更顺利。各位看到呢，这边呢这一层红色的这一层材料呢，就是所谓的 UBM， 那主要是钛跟铜的材料。这边呢，它特别提了，就是传统的封装是打线封装，那现在呢，慢慢往铅锡涂块，也就是 solder bump 的方向来演进。主要呢，就是应用在负晶封装。我们刚刚说晶片正面朝下，这个称为负晶封装，它呢可以做很密的间距，也就是这些涂块跟涂块的距离很小。这个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WLCSP， 一般呢只需要在比较大的间距里面具有呢比较大的铅锡涂块。负晶封装呢已经变成现在的封装主流。那基本上呢，就是因为它封装好之后呢，体积可以比较小。再来呢，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这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 WLCSP 这种封装呢，最后需要在上面植这个金属球。所以这一段呢，它就是在介绍它直锡球的这种涂块的制成。这边呢就提到了，必须呢使用渐度的方式来成长 UBM 涂块下面的这个金属层，还有呢就是用光阻、电镀、10颗等等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个晶片上可以做这个锡球。这边呢，就是它长了这个锡球之后的电子显微镜的照片。这边呢，它也介绍了他们的这个铜柱涂块 Couple Pillar Pump CPB 它的技术。它呢，主要就是导电性好，导热性跟抗电子迁移的能力都不错。不同于传统的焊锡涂块，它这个涂块呢，基本上可以适用在电源接地的讯号，提供更好的电路设计特性。再来呢，就是所谓的导线重新分布层，这个 RDL 呢，我们刚刚介绍过，它就是利用化学制成，把多层导线成长在细晶片上，主要呢就是透过所谓晶圆级封装的封装过程在使用的。导线重布层，它的金属线呢，主要是以金这个材料为主。所以呢，导电性会比较好。那主要用的就是半导体制成，所以呢，奇邦科技也有这样的技术。产品的应用部分主要就是电源管理 IC、磁耦合器、磁感应，还有一些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高频的电感、压力感测元件、无线的射频相关的元件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称为晶背金属化制成，称为 backside metal， 也就是呢改善高功率的 IC 散热问题。各位知道这个功率元件呢，它有散热的问题，所以呢，用这个电子束增镀或者是金属渐镀的方式，在晶片背面呢镀一层金属材料，那么主要就是拿来做散热片 lead frame， 达到比较好的散热跟导电效果。什么是介电层？在完成前段的晶圆制成之后呢，通常会涂布一层，这个叫 dielectric layer。各位记得介电层这3个字呢，它指的就是绝缘体的意思。那么它常用的材料呢，就是 PCB 或者是 polyimide PI。我们刚刚在介绍金涂块的制成的时候呢，就有这个 PI polyimide， 指的就是材料。它呢主要是在半导体元件的表面来保护元件，作为这种绝缘用的材料。这边呢他就谈到什么是玻璃负晶结合技术，这个就称为 COG。 我们刚刚说 Chip on Glass， 它基本上就是用负晶的方式，长有金涂块的 IC， 把它结合在液晶面板上的 ITO 叫做氧化铟锡，它是玻璃表面的透明电极，这个就称为 Chip on Glass。 各位看这个图，蓝色这个就是玻璃，那么我们把这个驱动 IC 的正面朝下，
把金属涂块呢朝下把它粘在这个玻璃上面，这样呢再用强力胶糊起来，就完成了它的这个封装，我们就称为 COG。当然呢，奇邦科技呢也提供了测试，那测试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裸晶测试，这个叫 chip probing， 晶圆还没有切开之前，每一颗都进行测试，这个我们称为晶片的测试，有人称为 wafer sorting。等产品封装完之后，会再做一次这个电性的测试，这个称为 final test。最后的测试完成之后呢，才能正常出货。奇邦科技呢也提供了不是驱动 IC 相关的这种测试，包含这个以太网路的控制晶片啊 ，LED 的驱动 IC 啊 ，Touch Panel 触控面板的 IC，T-Con 这个是面板的这个时序的 IC， 还有就是电源相关的 IC。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胶带载具封装叫 TCP， 它这边翻译成晶片载体封装，还有所谓的薄膜覆晶封装 COF。Chip on Film。TCP 主要是这种软性的基板电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点像照相机底片的这种塑胶来做封装，把它呢压在这个晶涂块上，或者呢是把这个晶片呢直接覆晶封装，把它压在软板的上面。各位看这个图呢，基本上就是正面朝下，把它粘在这个软板上，这种我们把它称为Chip on Film。 再来就是所谓晶圆级晶粒尺寸封装，我们刚刚介绍过，基本上呢封装好之后呢，这个 IC 非常的小，基本上只有晶片这么小，所以把它称为晶粒尺寸封装。所以呢，我们刚刚很简短的呢带大家看了奇邦科技这间公司，他们主要的产品基本上就是液晶面板相关的这种封装技术，当然呢也有一些非驱动 IC 的产品也在做这种封装跟测试的服务。这一间公司呢，我相信各位以前可能从来没有特别注意到它，所以这一次呢跟这个联电结盟呢，让大家突然呢又注意到了这一间公司，因为它实际上呢在台湾的封装厂里面呢，大概还排不到前5名。这一间公司到底竞争力如何？那么联电的竞争力又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从它的财报来观察一下。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奇邦科技这一间公司，它的资本额呢大概只有67亿，市值接近500亿。那么一家67亿资本额的公司，它做了多少业绩呢？各位看一下，过去它的业绩呢一季大概都有50几亿左右的营业额。一家60几亿的资本额公司呢，营业额可以做到50几亿，其实呢很不简单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毛利。从2019年的第4季呢，它的毛利大概有 33%， 到了2020年呢，大概还有维持在26、27左右。最近呢，因为缺货的关系，我相信呢它的状况会有好一些，所以毛利大概都在接近30上下，也就是在过去这2年呢，实际上它的毛利大概就在30% 上下震动。接下来是它的 EPS， 它在2019年的 EPS 是 6.28， 到了2020年呢，它的 EPS 是 5.6， 到今年上半年呢 EPS 就接近4块，所以它今年呢要赚8块。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各位看就会发现呢，这一间公司其实呢，它算是蛮有竞争力的公司。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联电，联电呢，它的资本额是1200多亿，它的市值高达8000多亿。1200亿的公司呢，它的营业额每一季呢，大概做到400多亿，金额跟刚刚的比例看起来呢，其实并不高。再来就是它的毛利，各位看它2019年的毛利呢，只有14% 而已。2020年呢，它的毛利呢有稍微成长一些到 20%。 最近呢，因为晶片大缺货，所以我相信联电大家都知道已经涨好几次价了，它的毛利呢总算接近 30%。 光是从毛利这一点，各位会发现呢，联电跟奇邦比起来，真的它的这个毛利真的是偏低。各位知道呢，这个晶圆的制造代工呢，它的难度事实上是远远高于这个封装，所以呢，制程的复杂度跟门槛而言呢，事实上联电是难很多。可是呢，最后看到的毛利竟然联电早期都只有10几%，不到20%。最近呢，是因为一直涨价缺货，才能够勉强接近30%。我们再来看 EPS， 联电呢，在2019年它的 EPS 是 0.82。
那么到2020年呢，增加到2.42。各位知道，主要也是因为晶片缺货。今年呢状况还不错，1.8，那今年应该要赚到接近3-4块左右。所以啊，各位从这2间公司呢就会分出来。事实上啊，奇邦科技呢它的竞争力是比较好，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啦。明明呢做的东西是技术门槛比较低的，但是呢，不管从它的营业额、毛利，还有最后的 EPS， 很明显呢，奇邦科技它的竞争力是比联电还要好的。最后啊，我们从刚刚的这个比较呢，大家各位对这2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呢跟竞争力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来讲一下呢，这样的换股策略联盟啊，基本上呢对联电一般外资的说法是觉得中立，那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中立偏多啦。毕竟呢，奇邦科技呢它的毛利也比较高，它比较会赚钱啦，所以呢对联电来说呢，未来呢应当多少是有些好处。但是对奇邦到底是好是坏，主要因为啊，这个奇邦呢，它的经营者持股呢没有超过3%，有点不够。联电入股之后呢，就变成单一最大的股东，这样啊，他们结盟之后呢，就让经营团队有比较完整、比较多的股份，这样呢，有助于经营权的稳定。再来呢，这个奇邦科技呢，它的订单毕竟是从联电来的，因为联电呢是晶圆代工嘛，那最后呢，需要封装厂来做封装。国内的驱动 IC 的封装呢，主要是由奇邦跟南茂2家公司寡占。跟联电策略联盟之后啊，当然呢，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订单来源。各位知道，驱动基体电路呢，其实慢慢已经浮现出库存过多的压力。也就是呢，再下来呢，可能呢状况不会像以前这么好。它呢跟联电结盟，至少可以稳住它基本的订单基本盘。虽然呢，有些分析师认为啊，决定权不见得在联电手上啦，很可能是联电的客户，就是设计驱动 IC 的厂商来决定。但我认为呢，联电毕竟是晶圆代工厂，它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呢，奇邦在这个方面呢，事实上至少它可以稳定住它的订单，这个对奇邦呢其实是好的。但是呢，这个瑞信证券的产业分析师却跳出来开枪啊，他说呢，这个其实对奇邦呢帮助并不大。我相信呢，他着眼的理由主要还是我刚刚说的，联电呢虽然是晶圆代工，它难度高、门槛高，可是呢，它长期以来毛利大概都在10% 到20% 之间，但是呢，奇邦呢相反，它的产品啊门槛低，但是毛利反而高，所以呢，会不会啊这2家公司结盟，奇邦呢反而啊被联电的毛利给拉低了？更何况呢，各位知道最近因为缺货，所以联电的毛利呢也来到了30% 左右，跟奇邦差不多。但是我们曾经介绍过，2023年呢，全世界会有29座晶圆厂上线。到时候啊，成熟制程呢，肯定会产生供过于求的现象。所以呢，依照联电的状况啊，它的毛利很可能又会跌回以前的数字。我相信呢，这个就是瑞信证券的分析师觉得啊，虽然呢这个换股结盟确实有些好处，但是呢，却也有些隐忧跟坏处的地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各位啊，关于这个晶圆代工还有封装、驱动 IC 相关的技术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再来讨论。谢谢大家，晚安，拜拜。